耶伦要访华，汪文斌用11个字回应：中国的意思，相信美国能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振宇在线。这些年的中美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糟糕，但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各种挑衅行为。如果说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中国十分不友好，那么拜登执政的美国则是对中国抱有敌意。在特朗普时期，美国就对中国展示出了强硬态度，更是引发了中美贸易战。而拜登上任之后呢，不仅延续了这种强硬的态度，还将其升级成为了敌意，各种围堵措施层出不穷，甚至呢频繁的用台海问题做文章，导致中美关系迅速降至冰点。前不久，中美高层在维也纳举行会晤，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破冰作用，但也体现出两国高层对话不通畅的现状。就在中美关系走向不明确的阶段，却传出了不少美国财长耶伦要访问中国的消息。要知道，美国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、银行业危机、债务危机等问题，冲击着美国的金融大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正在积极推进访华议程，而访问中国的目的，自然就是想让中国帮助美国度过危机，也就是购买更多的美债。但是在美国不断挑衅的背景下，美国打来的电话一直被中国冷处理。而在近期的记者会上呢，外交部回应了这个问题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向记者表示，中美之间保持必要的沟通。虽然汪文斌一共只用了11个字，但是已经将中国的意思呢说得很明白了，相信美国也能懂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中国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各种挑衅行为就关上了沟通的大门，但是中美展开沟通的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互相尊重。如果美国依旧在之前那种做派，打压中企勾连独谋的分子，并且呢挑动阵营进行对抗的话，那就不可能得到中国的帮助了。那么中国不帮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最直观的应该就是美元越来越不值钱，通货膨胀加剧，银行业、房地产业受到重创。这也就是这段时间多国一直在抛售美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如果美国愿意摘下有色眼镜，在对话方面言行一致，不插手中国内政，不打压中国企业，不搞经济胁迫，相信美国寻求访华的诉求很快就能够得到正面的回应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中美之间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了。早在10几年前，美国面临次贷危机的时候，中国就帮助了他们，甚至还为此呢牺牲了不少国家利益。但美国度过危机之后呢，就立马翻脸，继续的触碰中国的底线，将农夫与蛇演绎的淋漓尽致。而中国的不妥协呢，就是之前吃亏带来的经验呢。所以在美国没有付出实际行动之前，怕是很难得到中国的帮助了。但是不得不奉劝美国一句，多元化是未来的潮流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注定要被抛弃的。如果美国想要彻底的解决债务危机，还是要融入多元化的世界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精彩的评论。